上个周末我去看了一套有投资潜力的房子，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整个看房和分析的过程。嗨，我是 Will， 过去15年在美国从事过投行、私募、战略咨询和美股投资，我专注于管理咨询、房地产投资、赚钱副业和被动收入相关的内容。欢迎大家点赞和关注我的频道，全网同名。我其实之前一直都是发与职场相关的内容，但是现在觉得有一点单一。我发现大家对我之前关于副业的笔记更感兴趣，所以今天我想分享更多相关的内容。上周末我去看了一套刚刚上市的破烂投资房，想和大家聊一聊从看房到做出决定的这样一个思考的过程。在美国找房源有很多不同的途径，我比较熟悉的有 wholesaler， 自己上门去贴纸条，以及传统的 Zillow、Redfin 等等。Wholesaling 呢是一种很有趣的模式，适合资金有限的人。Wholesaler 呢跟经纪的角色有点相似，它是连接房屋跟买家，但更多的是处理 distressed 的房产，意思就是房屋的状况比较差，或者说屋主面临的困境的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人呢通过这种模式成为了百万富翁。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请给这个视频点赞，这样子我就知道大家希望我接下来会写一篇相关的笔记，讲一下刚毕业的人如何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通过做 wholesaling 开始投资房地产。这套房子是我在 Zillow 上看到的，它位于北卡州。北卡州是我最喜欢投资的地方之一，原因有3个：一是人口净流入，二是房屋租售比比较好，投资回报率比较高。3是房东驱逐欠租的房客相对容易，与加州相比北卡州在驱逐程序方面更高效。如果你对北卡的地产感兴趣，请自己去联系经纪人，我只是分享我个人的经验而已，我不是经纪人。那说回到这套房子，它是在一个翻新的过程中被放了出来。它有3个卧室，1个浴室，整体的布局比较宽敞开放，客厅的面积跟采光都还可以。一进门的旁边是个客房，中间是需要完全重建的厨房和饭厅，然后是洗衣房和已经完全拆掉的浴室，再往里面呢是2个相连的卧室。这个房间的过道还可以改造成为第2个厕所，这样子它就变成3卧 1.5 卫了，甚至还可以再改成3卧2卫，就是需要间隔要重新安排一下。房子离市中心不远，开价呢是15万。整个房屋的状况比较糟糕，大部分需要换新，包括地板屋顶厨房厕所窗户和中央空调等等。室内的层高也比一般的房子要低，但是吸引我的是这个房子可以步行到市里面最大的医院，因此它有潜力可以作为中期租赁给出差的护士，也叫 travel nurse。 由于美国疫情之后护士短缺严重，有许多外州临时调来的护士都需要租房，那这个租客群体非常优秀，他收入稳定而且相对比较高，特别是如果你能够和护士中介达成长期合作协议，他们会不断的推荐护士去租你的房子。我当时和跟我合作的 contractor Brandon 通过视频通话，我们都认为翻新的成本大约需要4到5万美元，而翻新后的价值大概在22万左右。卖家现在的开价给我们的操作空间非常的小。另外，我注意到窗户的上方的墙有一条裂缝，窗体有一点点弯曲，所以我判断房子的地基有一点问题，那这将会增加翻新的成本。为了确定地基的问题，需要进入去 Crossbase 下面。Brandon 呢就决定下午自己亲自去查看。在 Brandon 去现场查看地基的同时，我决定先写一份 offer 试一下。以下是我的一个思考过程。由于翻新后的房屋价值 ARV 为22到23万，所以我所有的成本包括购买房屋和翻新不能超过16万，否则我直接买不需要翻新的房子更划算，就不需要自己去弄这些东西了。而由于我打算出租而不是翻新后出售，所以我的计算应该以租金为起点。根据 Zillow 的估计和周围 listing 的租金情况，长租大概可以租到1700左右，中期的租赁相对更加难预测。
而且它还有额外的布置和装饰的费用，所以我通常是使用长租的租金开始进行计算。每个月的房产税大概是141.7美元，房屋保险大概50美元。而我个人是要求每个月有至少800美元的现金流，因此我贷款的空间，就是说我每个月还款的空间，其实只有708美元左右。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没有考虑维修和空置率？答案是因为在这个地区的房子由于需求不错，如果稍微以低于市价去出租，空置率会非常低。而且由于我们要进行翻新，所以前几年的维修的可能性也相对比较低，因此这些因素不包括在我的计算之内。我是计划使用现金购买房屋，翻新之后呢，重新贷款将投入的一部分现金取回来。因此下一步我使用一个在线的贷款计算器，计算每月还款空间700美元左右能贷款多少钱。经过计算，如果每个月只有大概700美元的还款空间，实际上重新贷款的额度必须限制在10万左右，意味着整个项目的成本不能超过15到16万。这时候有人可能会说我的计算有误，因为重新贷款可以贷更多。例如房屋翻新之后呢，价值是22万，按照75%的贷款比例，其实我是可以取回16.5万的资金，这样子整个项目就相当于是白嫖了，还能用剩下的资金进行下一个项目。这个思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不缺现金。我现在想建立的是持续的正现金流，而不是不断的进行翻新和炒房。所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确保每个月所有房产都能给我带来正收入，而不是相反，我还要倒贴钱进去。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思考过程，项目的上限是15万，其中翻新成本为5万，那我就叫我的经纪人提交了一个10万的现金出价。然而在等待对方回复的过程中， Brandon 检查完地基后打电话告诉我地基有问题，还有积水，建议放弃。而不久之后呢，卖家回复说出价跟预期相差太大，无法谈判，因此我决定直接放弃这个房子。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我尝试在破烂投资屋中寻找黄金的案例，以及我大致的分析过程。如果你喜欢管理咨询、房地产投资、赚钱副业和被动收入相关的内容，请点赞和关注我的频道全网同名。最近我还开通了 Discord 聊天交流，也欢迎大家加入。下次再见，拜拜。